川普换血军机大臣都有哪些新政策 ？F-35C 首次实战，顿涅斯克俄军发起2波攻势，乌军成功防守摧毁多辆装甲车。台军称购买 F-35还需要10年，严重拖延，五角大楼又被落马卡脖子。特朗普新国防内阁的构成逐渐明朗。11月13号，特朗普提名退伍军人皮特·赫格塞斯出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退伍军人，曾担任了陆军国民警卫队的步兵上尉，参与过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因此获得的2枚铜星勋章。然而，赫格塞斯并没有政府工作经验，这使得他的提名显得尤为引人注目。年仅44岁的他将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国防部长之一。皮特·赫格塞斯作为提名中的新国防部长，虽然对乌克兰问题的态度较为消极，认为乌克兰的战争远不如美国国内事务重要，但他对以色列的支持却是毫不妥协的。赫格塞斯坚定地支持以色列，并认为美国应继续在全球推行强硬的军事政策，尽管他对乌克兰的立场较为保守，但对于中东事务，他显然秉承着与特朗普一致的立场，即坚定地支持以色列。其次，麦克·沃尔兹被提名为国家安全顾问，这是特朗普内阁中的另一位重要人物，他的鹰派立场尤为显著。沃尔兹是一位退役的特种部队军官，他对俄乌战争有着直接的关注，曾公开表示支持向乌克兰提供更多军事援助，以应对俄罗斯的侵略。他对拜登政府在乌克兰危机中的表现持批评态度，认为美国应该采取更为积极的军事和战略支持。而在以色列问题上，沃尔兹一直是强烈的支持者，认为美国应继续坚定地站在以色列一方，强化和以色列的军事和政治联盟，尤其是在应对中东地区的安全挑战时。另外，爱丽丝·斯特凡尼克被提名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也对以色列非常的支持立场。斯特凡尼克长期以来是联合国的批评者，并坚定地支持以色列的行动，尤其是在与巴勒斯坦的冲突中，他提倡美国应毫不妥协地站在以色列一方，强调以色列的安全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首要利益之一。此外，麦克·赫卡比被任命为美国驻以色列大使，他的立场更是公开支持以色列。他曾多次表示坚决反对巴勒斯坦在西岸建立独立国家，主张美国应支持以色列彻底消灭哈马斯，保卫以色列的领土完整和安全。特朗普的这一任命无疑传递出他对以色列的强烈支持，特别是在当前中东局势复杂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的亲以色列政策将愈加明显。综上所述，特朗普新提名的内阁成员不仅在军事与外交政策上展现了鹰派色彩，更在俄乌战争和以色列问题上体现了和特朗普个人理念高度一致的立场。对于俄乌战争，虽然赫格塞斯相对冷淡，但沃尔兹和斯特凡尼克等人则明确支持加强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然而更重要的是，特朗普新任内阁的成员普遍坚定地支持以色列，这种强烈的亲以立场将继续影响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政策走向，未来是否还会有余力支持乌克兰，还是未知数。2024年11月13号，美国五角大楼宣布，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35C 联合攻击战斗机近日从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起飞，参与了对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这次任务可能是 F-35C 舰载战机首次投入实战，标志着美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在战斗中的新进展。五角大楼新闻发言人空军少将帕特里克·莱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在11月9号到10号间精准打击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多个武器储存设施，这些设施存放了由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用来攻击国际水域的美国和其他国际军舰及民船的先进武器。莱德补充道，这次行动包括使用了 F-35C 在内的美国空军和海军的多个作战力量。这次 F-35C 战机参与作战的消息引发了广泛关注。视频显示 ，F-35C 和 F/A-18F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EA-18G 咆哮者电子战机一起从林肯号航母起飞，执行对胡塞武装的打击任务。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部署在亚伯拉罕·林肯号上的 F-35C 战机来自海军陆战队314黑骑士战斗攻击中队。虽然莱德少将并未明确说明这次行动是 F-35C 首次参战，但根据公开资料，这应该是海军陆战队 F-35C 战机首次执行实战任务。目前关于该战机使用的具体武器还没有明确消息，不过从发布的视频来看，战机似乎没有挂载外部武器。F-35C 能够携带多种精确制导武器，比如1000磅的和2000磅级的联合直接攻击弹药，500磅级的激光制导炸弹，以及 AGM-154 联合远程武器等。美军 F-35C 战机的首次实战部署延续了 F-35系列战机在全球多地的实战记录。2018年，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35B 战机首次参与了阿富汗作战，而 F-35A 在2019年开始参与伊拉克的打击任务。这次 F-35C 作为舰载型战机首次投入实战，标志着美军战机的又一次跨越。此外呢，在这次行动中，美军的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战斗群成功击退了胡塞武装的多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11月11号，胡塞武装向林肯号航母战斗群发射了至少8枚攻击型无人机、5枚反舰弹道导弹和3枚反舰巡航导弹，目标是2艘阿里伯克级驱逐舰。美方成功拦截了这些攻击，未造成舰艇损伤，人员也未受伤。这次行动再次展示了美军在也门地区的持续作战能力。F-35C 战机的首次实战部署，也意味着美军航母战斗群将在该地区的作战任务将会更加频繁和升级。随着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继续驻扎，预计未来几个月，美军会继续展开对胡塞武装的打击。2024年11月13号，俄罗斯军队在顿涅茨克州西部库拉霍沃及其南部地区展开了大规模机械化进攻，进一步加大对乌克兰防线的压力。11月12号的卫星定位画面显示，俄军在库拉霍沃东北部的扎波里日基街道连续展开了连级规模的机械化进攻。参与这次进攻的俄军主要是来自俄罗斯第20摩托化步兵师，该师隶属于第8联合兵种军。在库拉霍沃方向的另一支乌军防守部队指出，俄军正在加大对凯杰尔尼夫卡和安托尼夫卡的机械化进攻，试图打破在西顿涅茨克地区的防线。俄军在达尔内附近的推进，可能是为了绕过乌赫莱达尔北部，沿着 C05114 公路的系列定居点，这些地区可能会对俄军的推进形成较大阻力。川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他在上一个任期内曾同意出售台湾66架 F-16V 战斗机，这引发了网民对他明年上任后是否可能会同意售台先进 F-35战机的关注。对此，台军方的资深官员表示，美国目前不可能出售 F-35战机，如果美国愿意出售，川普在上任时就会答应了。既然上次没同意，这次也不太可能批准。此外，外界猜测美方可能会大幅增加对台军售，特别是在战机采购上的预算。然而，据台军方官员透露，事实上，在川普上一任期内，蔡英文曾向美国表达过采购 F-35B 战机的意愿，并且通过台美军售会议正式提出了采购需求。但美国并未同意，只同意出售 F-16V。军方官员解释，除了美国不想向台湾出售先进战机外，另一个原因是 F-35战机的采购需要提前排队。美方明确表示 F-35的订单已经排满了，最快也要等到10年后才有可能轮到台湾。即使从开始生产交付到完成人员训练和组建战斗部队，还需要8年时间。换句话说，如果台湾空军在2019年时没有采购 F-16V 战机，想要再获得新战机，至少要等18年。因为等待时间过长，政府最终决定采购 F-16V。不仅如此，当时台湾购买 F-35战机不仅要排队，而且价格也非常高。川普同意出售 F-16V 的决策非常迅速，考虑到台湾所处环境的变化，台湾认为这一机会难得，而且空军已经在飞 F-16，转换为 F-16V 只需要进行一些额外的训练，因此政府迅速同意并且编列预算。然而，由于川普政府下令落马调价，导致台军最后购买的 F-16V 比 F-35还要贵。在下一代战机的规划方面，军方官员表示，与当年规划2代机时类似，
台湾未来的发展将会采取外购与自造并行的策略，即包括采购外国战机，也包括自主研发。例如，过去台湾既购买过幻影战机和 F-16，也成功研发了经国号。此外，空军的 F-5战机在去年底除役，由于机务状况良好，空军透露已经有5家美国公司表达了购买意向。空军将按照美国安全援助规定完成第三方移交，并公开标售。不过，关于下一代战机的研制进展，顾立雄日前表示，下一代战机的研制有2个前提条件：一是关键技术需要自主研发成熟；2是必要的装备能够外购获得。目前一些关键技术尚未成熟，这意味着下一代战机的研制暂时处于停滞状态。顾立雄间接确认了这一点。从目前的判断来看，美国应该不会同意台湾购买 F-35的请求。如果美国愿意同意，川普在上一任期时就应该已经批准了。根据彭博社新闻网站11月9号报道，美国太空军近日宣布，由于承包商洛马公司在制造一些复杂零部件时遇到困难，导致五角大楼的第一批性能更强大的新型全球定位系统卫星的交付将比原计划晚8到11个月。这10颗 GPS-3F 卫星是总价值92亿美元的22颗卫星计划中的第一批。这一计划旨在为美国 GPS 导航系统制造具有更高精度和更强抗干扰能力的卫星，以增强全球定位、导航和时间同步服务。GPS 系统不仅在军事领域有着重要作用，还广泛用于民用领域。美国太空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自从2018年该计划启动以来，承包商在技术和程序方面遭遇的挑战，导致这些卫星的预定发射日期都被推迟。具体来说，至少有3个关键零部件在生产过程中持续出现问题，影响了整体进度。原定于2026年4月交付的第一颗可发射 GPS-3F 型卫星，预计要推迟到年底才能完成交付。根据太空军采办部门的说法，后续卫星的交付时间也将至少延迟同样的时间。新一代 F 型卫星预计将带来更多项性能提升，包括更高的导航精度、与欧洲同类卫星的信号兼容性、增强的网络攻击防护能力以及更强的抗干扰能力。此外，这些卫星还将提供民用搜救功能，能有效地探测和定位紧急信标。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承认在履行 GPS 卫星交付计划方面遇到了困难，并正在积极应对这一挑战。这些卫星的组装工作主要在公司位于科罗拉多州沃特顿的工厂进行，其中的任务数据单元由分包商 L3 哈里斯科技公司生产。然而，作为提升导航能力的关键部件，任务数据单元当前存在的技术问题影响了卫星的整体进度。根据合同约定，洛马公司如果按期履行交付，并且能将成本控制在美国军方预期范围里，将获得奖励。然而，太空系统司令部表示，由于未能达到预定标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利润将因此减少，尽管声明中并未透露具体的减少金额。好了，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